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在哥伦比亚，巴勃罗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名字代表了男人的终极目标：屌丝变枭雄，睡遍天下美女，手握全国财富。他是哥伦比亚土皇帝，一生叱咤风云。黑帮两道看到他都要毕恭毕敬，唯恐小命不保。他杀伐果决，坏事干尽，拥有私人军队，甚至导弹。他杀遍政府官员，制造空难，还能竞选总统。死后数万民众泪洒葬礼，为他送葬。一代杀伐果决的狠人枭雄是如何造就出来的？哥伦比亚教父。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的一个小国，因为国内政治形势一直动荡不安，从建国之后，内战就没停过。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哥伦比亚的人民哪有好日子过？起义此起彼伏，又一次次被镇压，对政府的失望已经刻进哥伦比亚人民的骨子里。然而，乱世出枭雄，正是局势的动荡造就了哥伦比亚的一颗谐星。在最混乱的60、70年代，不管是混哪条道上的人，都要给一个教父级人物定期上供。此人就是哥伦比亚的土皇帝巴勃罗·埃斯科巴。在哥伦比亚，尤其是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他的一句话大过法律。巴勃罗是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团麦德林集团的首脑，集团拥有移动军火库和专属巡逻队，手底下的大小黑社会团伙更是不计其数。这么说吧，在哥伦比亚，只要你说自己是巴勃罗罩着的人，就能横行霸道，无所顾忌，能有如此势力的地位。巴勃罗绝非凡人，他就是靠自己聪明的头脑、歹毒的手段和极强的前瞻性，从一个普通小屌丝一路崛起，成为残暴的枭雄。1949年，巴勃罗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家里人拼命供他读了几年书后，实在是掏不出钱。成绩优异的巴勃罗只能早早退学，进入社会。他恨透了这个夺走自己上进机会的国家。母亲是教师，却要偷鞋给自己穿；父亲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地却被军队征用。再加上母亲从小就和他讲述当走私商人的外祖父和政府斗智斗勇的那些事，这在年幼的巴勃罗心中早早种下了反政府的种子。巴勃罗不甘心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权力、地位、美色、金钱，即使穷得叮当响，也不妨碍他幻想拥有一切之后的日子。刚毕业那会，巴勃罗就展露出犯罪方面的极强天赋，偷墓碑，重新打磨喷砂后转卖，混黑帮和弟兄们一起收保护费，走私香烟，卖假彩票。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守在银行门口，用花言巧语把别人刚取出来的钱骗得一干二净。一张连鬼都能说动的嘴，再加上极强的行动力，让巴勃罗在20岁的时候就成了哥伦比亚最有名的偷车贼。他的货数量多，质量好，方圆100里车行都找他拿货。但是巴勃罗根本看不上这些小钱，野心极大的他曾经跟母亲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成为大人物。除了野心大之外，巴勃罗还有个特点，情欲极强，有过无数情妇。不过最让他喜欢的是一个女记者。巴勃罗和他风情万种的记者情人争强斗狠之余，巴勃罗最爱在温柔乡里盘旋。他在豪宅里过着奢靡的生活，一边美滋滋地靠在躺椅上，怀里搂着自己的小情人，时不时在他兜不住的2团白肉上捏一把，或
或者亲个小嘴，好不快活。哪个成功男人背后没几个女人？这个胸大腰细的小情人就是他的后宫之一。而这样的女人，巴勃罗还有很多。没办法，谁叫他有钱又年轻，精力旺盛呢？巴勃罗的庄园之一在温柔乡里开油开够了。巴勃罗招呼来站在一旁的保镖，给那几个条子的钱准备了吗？您放心，手底下的人正在清点，晚点就送过去。办得不错，去吧。巴勃罗挥挥手，保镖就退了下去，而怀里的女人很识时务地点燃一支雪茄，递到他嘴边。是时候下手再狠一点了。可是要怎么样才能赚到更多钱呢？这对于没怎么涉猎过其他领域的巴勃罗来说是个难题。在一次出游中，他偶然和一个土财主的豪车打了个照面。那人搂着副驾驶的美女，一手摸方向盘，一手摸又白又嫩的大腿，好不快活。巴勃罗一拍大腿，这不就是送到嘴边的大肥肉吗？土财主人傻钱多，警惕性不强，倘若把他绑架了，来钱快不说，只要做得干净就没什么风险。于是巴勃罗带着手底下招来的小弟绑架了好几个有点小钱的土财主。与普通绑匪不同，巴勃罗从不讲什么规则，钱到手就撕票，毁尸灭迹。而被绑者的家属为何拿他没办法？因为巴勃罗此人虽有勇也有谋，在白道上混迹了多年，早就把白道的路给铺平了。他用金钱打通了一条畅行无阻的灰色道路，谁要是报警，只要拿钱稍微打点一下，再加上死无对证，警察也不会为难他。而且60、70年代那会，哥伦比亚国内暴力事件频发，执法机关忙得焦头烂额，死了几个富豪，想管也管不过来，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给自己找事情。绑票几次尝到甜头后，巴勃罗的胃口越来越大，于是他锁定了一个新目标，哥伦比亚的知名实业家迭戈。这个人要是能搞定，少说几万美元不成问题。而且迭戈作恶多端，是个残暴的资本家，专靠压榨当地无辜老百姓攫取利益。要是把他给收了，那真是大功一件，不仅能搞到钱，还能提升自己在老百姓中的威望，简直一举两得。实干派巴勃罗立刻把迭戈绑到自家大本营，一番严刑拷打之后，要来了迭戈家人的电话，5万美元赎金，不给就等着收尸吧。1970年的5万美元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额，普通人家穷极一生都赚不到这些钱。迭戈家人立马凑齐了钱交过去，只求留条命。然而巴勃罗毫不手软，命令手下把迭戈的4肢打断，然后慢慢折磨死。没办法，规矩就是规矩，他巴勃罗从不留活口，哪怕是著名资本家也一样，光脚不怕穿鞋的。而正是这一次撕票，让巴勃罗名声大噪，狠人身份得到社会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给他面子，或者加入他的麾下。狠辣只是巴勃罗的一面，他之所以能日后成为大毒枭，跟格局和脑子分不开。就在那个时期，毒品走私的生意在哥伦比亚也掀起了浪潮。相识的秘鲁走私犯告诉巴勃罗，可卡因已经在美国那边卖疯了，1公斤就能卖上万美元，利润吊打走私香烟家电。作为一个识时务的男人，巴勃罗不可能不掺和这种好生意，所以他开始掏钱从秘鲁走私犯那里买毒品，靠走私毒品到美国赚差价，这样确实能赚到不少钱，至少比以前靠偷车、绑架这种来钱快多了。但巴勃罗还是不满足，毒品要从别人手里买，
那就意味着价格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利润始终就是那些，高也高不到哪里去。那么，与其做中间商赚差价，不如直接一手制毒，成为供货商。这样一来，岂不是可以美美大捞特捞，还不用担心在进货价上受人制约？巴勃罗说干就干，在之后的5年里，他靠着从秘鲁进口的高级货和精密设备，弄出大批质量高、价格贵的可卡因，出口到美国，狠狠赚了一笔。很快，他就从专业绑匪一跃成为小有名气的毒贩，手底下的小弟越来越多，俨然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黑社会集团。麦德林街头关于巴勃罗的涂鸦，小弟多了，装备也要跟上。他大手一挥，直接从走私商那里批发来一大堆冷热兵器，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团伙在资源争夺战中100%占上风。然而就在巴勃罗志得意满，准备甩开膀子大干特干的时候，麦德林警方突然找上门，给他戴上手铐。贩毒犯法，你被捕了！巴勃罗大吃一惊，紧接着怒火滔天：给你脸给多了是不是？连老子都敢抓！他能混到今天，靠的就是自己的硬实力，当然也有人情上的往来操作。但凡是和巴勃罗的制毒贩毒线路沾上点关系的公职人员，都收到过巴勃罗的信封，里面装着一沓钞票和一颗子弹。意思很明显，拿钱闭嘴还是吃枪子，你自己选。在这种操作之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妥协，少部分骨头硬的则被巴勃罗派出的杀手干掉，死不瞑目。可以说，现在麦德林一半的警察都和巴勃罗沾亲带故，现在这群毛头小子怎么敢来抓他的？巴勃罗阴沉的视线扫过眼前的每一张脸，警察、法官，他记住了，这些人也没几天可活了。果然，进监狱没几个月，巴勃罗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身上一点伤没有，还圆润了不少，一看就是有人关照。原来，早在打官司前，他就将1审法官换成自己人，又贿赂了2审法官。一番操作之下，想多蹲几天都难。而他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手下抄家伙，把当时逮捕自己的警察和审理法官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紧接着，巴勃罗查到了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幕后黑手法比奥。这人比巴勃罗更早开始贩毒生意，算是麦德林的另外一条地头蛇。一山容不得二虎，由于利益纠纷，这2个人关系非常差。为了扳倒巴勃罗，法比奥直接和自己相熟的警界高层通气，让他们去把巴勃罗抓了。之后的分成一切好说，但法比奥没想到，巴勃罗的势力比自己强多了，不仅能从监狱里全身而退，还把自己拉拢的人全杀了。等法比奥得到消息时，他已经逃无可逃了。把死对头干掉之后，巴勃罗快速吞并了法比奥的势力，一跃成为麦德林地区最大的毒枭。为了巩固地位，巴勃罗直接将麦德林的毒枭们都聚到一起，开了个会，大家和气生财，共同致富，不要总是打打杀杀。你看那个法比奥已经把自己作死了，有钱大家一起赚，不是好得很吗？想起法比奥爆浆的脑袋，在场的人个个噤若寒蝉。看到这个场景，巴勃罗满意地点点头。至此，麦德林贩毒团伙正式成立，而领头人正是巴勃罗。麦德林集团部分首脑合影，中间是巴勃罗，有巴勃罗和各大毒枭的运作，麦德林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贩毒集团，垄断了整个哥伦比亚的贩毒业务。集团头目聚会，当然
想要将贩毒事业做大做强，路上的障碍肯定要扫除，比如警察和政府官员。巴勃罗还是给了这些人2个选择：要么拿钱给自己办事，要么挨枪子。操作手段和之前如出一辙，结局嘛也大差不差。大多数惜命的都选择了钱，也有少数坚守底线的被迫选了枪子。按理来说，混到这个段位就已经是天花板了，但巴勃罗的梦想远不止于此。1979年，巴勃罗来到哥伦比亚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巴沙瑞罗，那里的惨状给他的心灵造成巨大的震撼。成千上万的穷人蜗居在纸皮搭建的破屋子里，靠着有钱人的垃圾为生。就在几十公里外，富人区别墅林立，歌舞升平。残酷的对比让巴勃罗这个搅弄风云的大毒枭想起自己悲惨的童年。当时的他境况又比这些穷人好到哪里去？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国家没有一点长进，反而更烂了。想到这里，巴勃罗怒不可遏，心中对哥伦比亚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大。他简直恨不得自己立马登上总统宝座，给这个烂到根里的国家来一场彻底的大变革。于是，巴勃罗决定开启自己开挂人生的另一条支线——从政。他发誓要当上总统，用制毒贩毒赚来的钱，好好改造这个国家。巴勃罗起了当总统的念头时，还不到30岁。从政肯定需要财阀集团的支持，但巴勃罗是个例外，因为他自个儿就是大财阀。70年代初，麦德林集团成立，过了不到10年，整个集团已将接近20吨的可卡因运往美国。80年代中期，麦德林更是每天出口15吨可卡因，其中有80%都是走私到美国。毒品无疑是最赚钱的玩意。短短10来年，巴勃罗一个人就从贩毒活动中赚了几十亿美金。80年代的几十亿美金，什么概念？这么说吧，靠着自己的生意，巴勃罗一跃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第7名。那个时候，他还不到30岁。你说说，这么一个有钱到天理难容的人，想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政，不是轻轻松松吗？当然，想要步入政坛，必须有选民的支持。于是，巴勃罗走上街头，对着穷苦大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了不起的人，让饱受苦难的麦德林群众过上好日子。乡亲们放心，我绝对不是那种只会夸夸其谈的政客，你们就等着过上好日子吧。之后的日子里，巴勃罗真的做到了他的承诺，一边继续自己的贩毒事业，一边把大笔大笔的钱拿出来投资基建、医院、学校、公园、廉价住房。只要是对民生有益的东西，巴勃罗掏钱都很爽快。巴勃罗和孩子不仅如此，他还高价征地，鼓动农民把地里的粮食拔掉，全部改种提炼可卡因的原材料古柯，种出来的果实他高价回收，拿去制毒，又给钱，又提供工作机会，还包回收。这一套操作下来，巴勃罗在老百姓心中已经化身伟大的慈善家，做戏做全套。为了从政之路的顺畅，巴勃罗将手中的事务分了一部分给底下人，自己只负责核心决策，避免被抓到把柄。而那些用于慈善和基建的巨额资金，他对外声称我的钱来源于16岁时成立的自行车租赁公司。这套说辞主要是用来敷衍那群政府官员的。尽管大多数人都很清楚巴勃罗资产的真实来路，但为了避免给自己惹麻烦，他们都选择了相信谎言。1978年，
巴勃罗顺利当上麦德林市的议员，很快又成功当选哥伦比亚国会议员。国会议员都当上了，离当总统还远吗？然而，就算他装得再好，毒枭这个真实身份也是无法掩盖的。很快，巴勃罗一生最大的敌人出现了。第一次参加国会，志得意满的他就吃了个大亏。司法部部长拉拉当着所有参会者的面，从开幕的第一天就把他从头到脚批了个遍。什么贩毒集团头子、谋杀公务员、绑架撕票富商，新仇旧恨全部拉出来鞭尸，一个都不放过。为了增加自己说的话的可信度，他还特地找出了1976年巴勃罗入狱时的照片，就是为了告诉国会和广大民众，入狱照片，我呸，什么救世主，你们看清楚，他就是个死毒贩。巴勃罗什么时候被这样驳过面子？他气得浑身发抖，怒目圆瞪，恨不得掏出枪就把拉拉给突了。但这是国会，暂时不是他的势力范围，再气也只能忍着。拉拉那是越骂越气愤。1976年巴勃罗被捕，就是他手下侦办的，结果犯人没是自己的人全部死光，他怎么可能不气不恨？既然闹到了国会上，那肯定要有个处理方案。几个月后，自由党领袖加兰开除了巴勃罗的党籍，天主教会也宣布不再支持巴勃罗的一切社会活动，党籍没了，宣传阵地没了，巴勃罗的从政之路一下就歇菜了一大半。但拉拉并不打算放过他，作为司法部长，他觉得自己必须肃清国土，把这群毒贩一网打尽，永绝后患。1984年初，拉拉直接带人把巴勃罗设在丛林深处的制毒窝点端了，导致后者损失惨重。巴勃罗对拉拉恨之入骨，这个人毁了自己的总统梦，还断自己的财路，多留一天都是对自己的挑衅和侮辱。1984年4月，拉拉正坐在公车上赶赴司法部大楼，突然几声枪响炸开，瞬间车窗粉碎，一片血雾混着脑浆溅了一车。拉拉死了，身中7枪，死相惨不忍睹。开枪的正是巴勃罗雇来的杀手，司法部长被当街爆头。还有什么比这更炸裂的新闻吗？当然有，比如巴勃罗直接来了场警政大清洗，将和自己作对的官员和警察杀了个一干二净。至于手段嘛，也很简单粗暴，直接发布悬赏令，招募杀手，暗杀政府官员，杀的人官职越高，领的赏金就越多。这样一来，整个麦德林人心惶惶，一大堆原来还能坚守底线的官员和警察纷纷投诚，以求保住小命。这样一来，巴勃罗就更加无法无天了。眼看仇人们都被自己清剿得差不多，他立刻将目光投向那个将自己踢出政坛的老不死自由党领袖，未来的哥伦比亚总统加兰。要知道，自由党可以在竞争中获得那么多选票，背后少不了巴勃罗的支持。换句话说，巴勃罗到底是什么人，加兰早就心里有数。结果拉拉只不过是扯下了巴勃罗的遮羞布，加兰就迫不及待地把曾经给予自己帮助的他一脚踢开，巴不得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和自由党是多么的干净。这种又当又立的巴勃罗怎么可能放过？拉拉死后的第5年，加兰在哥伦比亚首都索阿查广场发表竞选演说，向全体民众发誓要将所有的毒贩赶出哥伦比亚，还大家一片净土。然而他话音未落，几声枪响就在广场上空炸开，台上的加兰摇摇晃晃地倒下来，当场死亡。毫无疑问，这也是巴勃罗的手笔。但他的报复并没有结束。
没过几天，一架从波哥大起飞的客机在升空后不久直接爆炸，107名乘客全部遇难。事发飞机巴勃罗策划这起爆炸，就是为了直接弄死加兰的继任者塞萨尔。但是这个老哥好运护体，那天因为公务缠身没赶上飞机，阴差阳错捡回一条命。巴勃罗也因此惹上了麻烦。飞机上有2名美国乘客，美国政府要为自己的公民讨回公道，所以直接介入调查了。在老美的侦查手段之下，巴勃罗那些简单粗暴又略显拙劣的手段根本不够看，被查了个一干二净。此人屡次制造袭击事件，性质恶劣到已经不是街头黑社会能概括的了，而是妥妥的恐怖组织。在还没被逐出国会时，巴勃罗身为议员，拥有外交豁免权，可以协助立法，要求国会出台反引渡条约。这样一来，即使哥伦比亚的毒贩必须进监狱，也不用被引渡到美国受罚。毕竟在祖国，他们可以花钱打点关系，但是到了美国，尤其是在里根的领导下大力打击贩毒的美国，可就小命难保了。本来这件事都成了大办，结果巴勃罗一路摔跟头，直接摔出政坛，反引渡条约化为泡影。再加上他弄出的飞机爆炸事件，美国当即决定出手，直接剿灭巴勃罗的麦德林团伙。难道巴勃罗跌宕起伏的辉煌人生就要在此刻画上句号了吗？当然不。巴勃罗深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哥伦比亚特警和来支援的美国部队对巴勃罗的庄园进行地毯式轰炸后，团伙内的其他毒贩死的死，伤的伤，但早就得到消息的巴勃罗已经顺利逃窜。而正当哥伦比亚政府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和美国交差时，却收到了巴勃罗的协议，想让我坐牢。没问题，我只有一个条件，监狱必须是我自己建的。巴勃罗不是不知道老美的威力，自己犯了这么多事，对面不会放过自己的，不如和政府谈谈条件，给自己谋个机会。而且所谓监狱，其实就是受政治庇护的圣地呀。在监狱里，只要自己的行动不受限制，那危险程度肯定比外头低多了。没有暗杀，没有监视，没有厮杀与背叛，自己只需要下达指令，让手底下人去做就行了。而哥伦比亚政府思来想去，无奈之下由总统牵头答应了巴勃罗的要求。他们确实不敢和巴勃罗硬刚。要知道，当时的麦德林团伙有近4万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光武装直升机就有数十架，还有装甲车、坦克，甚至还有对地导弹。要是真打起来，政府没有信心能在美国的支援到来之前赢得胜利。向巴勃罗妥协虽然窝囊，但也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很快，巴勃罗就住进了自己花了大价钱建造的私人监狱里，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监狱主打一个安逸，豪华水床、立体音响、私人电话、高尔夫球场，这哪是监狱，完全就是一个安了圈铁丝网的私人庄园。而且在监狱里，巴勃罗照样可以通过电话调动手下毒贩完成交易，流程一个不漏，钱一分不少。即便如此，巴勃罗还是不满足。他先是在监狱里处死了2个不忠的手下，接着当着400名警察的面，带着自己的小弟们畅通无阻地出了监狱，头也没回。等总统接到消息时，巴勃罗的部队已经在街巷中和结怨已久的对家开始了激烈的巷战，血肉横飞，死伤无数。
尸体多到什么程度呢？一家教堂门上甚至贴了告示：拜托各位老兄，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别把尸体丢在这里行吗？不过，虽然麦德林已经被搅成一滩浑水，但始作俑者巴勃罗却一直很谨慎，没有露面。直到1993年12月2日，一通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看到来电人的那一刻，巴勃罗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接通键。喂，爸爸，昨天忘记跟你说了，生日快乐！儿子的声音从对面传来，纵然是大毒枭，也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暂时忘记了自己还在被 FBI 追踪这回事。巴勃罗的通缉令，逃亡的数个月里，这是巴勃罗接的唯一一个电话。也正是这通体现他仅存人性的电话，直接把一代毒枭整死了。美国 FBI 追踪巴勃罗已久，一直没能锁定他的精确位置，而这通电话直接把巴勃罗的藏身处甩到 FBI 脸上了。接到美方的消息后，哥伦比亚特种部队迅速出动，全副武装来到一所豪宅附近。几分钟的时间，往日平静的富人区就变成了刺激战场，子弹乱飞，尖叫连连，尸体扎堆，根本分不清是敌是友。很快，特种部队就发现了巴勃罗，他已经从窗沿翻出，爬上房顶了。特种部队成员毫不犹豫，连开3枪，砰砰砰，大腿、屁股，最后是爆头。巴勃罗略显笨重的身形晃了晃，然后满怀不甘心地砸倒在一片碎砖乱瓦之中。死了！巴勃罗真的死了！特种部队成员们欢呼一声，接着跑到他的尸体旁边，笑容灿烂的合影照片。1天后，巴勃罗的葬礼正式举行。老天爷很应景地下起了瓢泼大雨。身材魁梧的保镖满脸悲痛地抬着纯银打造的棺材，周围还有一堆黑衣人开路。麦德林的民众自发地来到街道两旁，排起浩浩荡荡的长队，给他们心中的大善人送行。人们口中甚至唱着国歌，悲痛到无法忍受时，还掀开棺材板亲吻巴勃罗的侧脸，送花的，送绶带的，还有因为过度悲伤晕过去的。在不知情的人眼中，这和送别时代先驱国家领袖没啥两样。可偏偏棺材里躺的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大毒枭。巴勃罗万岁！圣巴勃罗！特警们端着枪在棺材两侧紧张地盯着人群，生怕有人不受控制冲上来为他们的圣巴勃罗报仇，继而引发新一轮的骚乱。直到棺材入土，特警们才长舒一口气。巴勃罗真的死了，死得透透的。巴勃罗的坟墓，为啥一个毒枭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还不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穷到一定程度，只要能让人民过上好点的日子，那都是救星。谁管你贩毒杀人啊？巴勃罗死后，麦德林集团也彻底崩裂，大小毒贩死的死，逃的逃，逃的逃，蹲大牢的蹲大牢，而他的情人们也四散奔逃，大多不知所踪。唯一的正牌妻子13岁就跟了他的玛利亚，因为害怕被仇家报复，一路逃到阿根廷才安顿下来。而那个给父亲打去最后一通致命电话的小儿子胡安，出演了2009年的纪录片《我父亲的罪》。巴勃罗和儿子的合影。巴勃罗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在众多翻拍作品中，最成功的莫过于网飞的《毒枭》，2015到2017，一共3季，把巴勃罗的一生说得清清楚楚。命运就是那么弄人，在某种程度上，巴勃罗确实完成了自己儿时的愿望。总有一天，我要成为大人物。他成功了。此后的几十上百年，一说到毒枭，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也失败了。
身死魂灭。所谓为民造福的远大理想，也胎死腹中。是造福一方的枭雄，还是作恶多端的毒贩？或许连巴勃罗自己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